大家好，我是倩妮厨房。今天我来介绍一下茄子。市面上的茄子从形状上看，分为圆茄和长茄。说到口味，长茄子和圆茄子都好吃，只是不同的季节造成茄子所含水分的多与少。在南方大都是长茄子，应该在5到7月份比较嫩。韩国的茄子也都是长茄子居多，不过到了秋天，水分少了就不好吃了。此时若有北方产的圆茄子，就比南方的长茄子好吃多了。通常单独做茄子菜会有些味寡，尤其孩子们不喜欢吃，但若让茄子和肉末进行搭配就是绝配。我们家里常烧的肉末茄子、鱼香茄子、椒盐茄子等都离不开肉末，不过今天我们还是用肉末和茄子搭配，使用脆姜，赋予茄子另类的口感。如果你觉得不错，就点个赞，下次你还能看到更好的视频。我们开始吧。来听听声音吧。先将长茄子斜切成约4毫米的片，和传统的做法不同，我们并没有切成夹刀片，目的是让整个茄子呈现两边一致的形态。然后我们挑选一下大小类似的可以配对。另外再切一些葱花、姜末。葱姜一般是调制肉馅必备的。现在开始调制肉馅，这是肉馅调料的配方。把准备好的肉泥放入碗中，放一个鸡蛋黄，留下的蛋清用于调脆浆。接着放入少许的葱姜，搅拌均匀，撒一些黑胡椒。放黑胡椒的目的就是去腥。接着放入盐、糖、牛肉粉，再次搅拌，让肉泥上劲。所谓的肉泥上劲，就是让肉泥起黏，变得不松散，这样便于原料塑形。最后加入些水，水的量不要过多，只是起嫩的作用。这样炸出来的茄盒会有汁水，同时放入一些生粉，锁住水分。通过不断的搅打，让水分吸入到肉泥中，这样的肉泥才显得更加嫩。肉泥调制好后，我们来看看这种状态是成团的、粘手的。把切好的茄子排在砧板上，尽量保证相邻的茄片大小一致，这样合在一起的茄子才会更加整齐。茄子处理好后，保证它是双数，在茄子的一面撒上些许干淀粉，这是为了锁住茄子的水分，保证馅料不会脱离。翻一个面后，继续撒上一些干粉，在茄子上放上肉泥。如视频这样的操作会比较快，而且也简单。之所以没用之前按照传统的做法切成茄架，主要是考虑那样会出现一边高一边低的样子，成品会变得不规则，不是那么匀称。挤好肉馅后，我们把2片茄片合2为1，这样就有了厚薄一致的茄盒。如果有多余的肉，也可以把它去掉。肉你不要过厚，太厚了之后，在油炸的过程中所花费的时间会更多。茄盒处理好后，将处理好的茄片放入到盘中。现在开始介绍脆姜的配方，这部分内容会放在视频的下方。接下来我们来调制脆姜。至于如何调制脆姜，我们在之前的视频里介绍过，可以查阅。第一步，首先要把面粉过滤一下，过筛的目的是去除面粉中的疙瘩，让调出来的糊更细腻。加入1支蛋清、生粉、泡打粉，将几种粉和蛋清搅拌均匀后，放入少量的芝士粉。芝士粉的作用是为了调色增香的，芝士粉不要过多，否则颜色会过重。接着加入水，搅拌均匀。水的量根据糊的状态来决定，也和摆放的时间有关。如果你摆放的时间较长的话，那么建议你略调稀一点。如果你马上进行油炸的话，那不用过细。糊的样子类似酸奶状，有一定的稠度。看来这水分还是不够，我们再调一点。接着我们把刚才调好的糊再过一次筛，
因为在搅拌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疙瘩，这样的目的是让我们的脆浆变得更细腻。最后再加入油，加油的目的是让脆浆变得更脆，当然也要注意油不要过多，过多呢会让脆浆含油。搅拌均匀后，就可以放在一旁静置10分钟。接着取一个金属锅，用这种锅可以少放油。家庭中做油炸类菜肴，本人更推荐这种方式，比铁锅更具优势。唯一的缺陷是容易粘锅，所以开始时要先烧热锅，然后再加油。如果不烧热的话，那么原料会粘在锅底。锅烧热后，开始加入油。加热的过程中，如果没有把握，那可以调一滴脆浆试一下。现在的状态显示油温不够，建议第一次油炸的温度不要过高，因为里边有肉馅，我们需要把肉馅炸熟。因为我现在用的是新油，所以它没有水分，也没有太多的响声，这时特别容易误判油温。如果我们没有条件来测油温的话，完全要靠眼睛去观察，那么比较好的方法就是把筷子放进去来试试它的温度。一旦气泡产生的速度比较快的时候，就是下料最佳的时机。原料下锅之后，轻轻的用筷子拨动一下，防止糊粘底。考虑到油温的高低，我们每次下去的时原料可以少一些。看来这个6块有些拥挤，但是有一个好处是它的温度可以保持在一个相对不高的状态下，那么便于原料内部的肉馅成熟。颜色稍微有点变化之后，我们可以把茄盒拿出来，去除渣子。把茄盒拿出来进行2次炸，这一步非常重要。一来让油的余温把茄盒内部加热成熟，保持肉馅的嫩度及水分；二来可以让茄盒的外部更加酥脆。待油温上来，我们继续再炸。这次我们少炸一点，我们放3块，你看它的糊马上就蓬松起来。如果边角有一些凸起的话，这个不用担心，等一下我们会用剪刀把它修剪掉。这里当然有一个小的问题，我们在用筷子把它放进去的时候会有夹过的痕迹。当然比较好的方法就是用2只筷子托住茄盒下锅，那么它的形状会更好。我们来看一下托住茄盒炸的方法，用2只筷子托住它，这样放下去的时候，茄盒会相对比较完整。当油温再次升起的时候，我们对原料进行复炸。这次做了12只茄盒，我们6个一组下锅炸。下面就等它的颜色起来之后，就可以捞出。利用热油的余温，把内部的肉馅迅速的加热成熟。这样的好处在于外皮很脆，而里边的水分很足，不至于水分过早的跑出来，让茄盒的外皮变软。大功告成，开始装盘。这是摆盘之后的效果。撒上一些芝士粉，使它的口味变得更加香甜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效果吧。用刀切开，切开的瞬间听听这种脆声，然后再看看里边的汁水。能挤压出的汁水，但外皮却很脆，这就是我们要达到的效果。掌握好分寸的时候，让软嫩的肉馅和脆皮完美的配合在一起，使这个菜品口感俱佳。看看造型，当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。这是放了一段时间的，还是有一点的脆度。希望喜欢这个视频的，看完之后点赞、订阅，还有更好的视频呈现在你面前的，多谢了。